元律，您真的是最后的希望了。我知道这个挺强人所难的，可但凡还有别的办法，我也……陆德明跟我提过这个案子，我给拒绝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背后做了这么多功课，我鞋里面塞石头，很用心。按理说这种不赚钱的案子，他不喜欢接呀。那为什么还费这么大劲？他其实就是在做过研究分析之后，觉得犯案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愿意做无用功。这判断是对的，难度确实非常大，非常大，非常非常大。你吃花生吗？元律，我知道做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很小，但哪怕是能改判死缓呢，也算是我们能做的一点点。行了，很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那这个案子，在下同志，情况我了解了，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而且今晚我们没见过，好吗？喂，谁呼0487啊？一位姓袁的先生让你买点啤酒，赶紧回去找他。天，老板，这是哪有商店呢？都几点了？啥事儿啊？哎呀，你啤酒买了？砸人小卖部门高价买的，怎么这个点想喝酒啊？哎，睡不着。咋睡不着了？不知道，想聊聊天。聊聊呗。小明啊，那天我跟你说到我接案子有我的价值标准。啊，很爱听，很受教。爱听啊？好，那就聊一聊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名律师。袁良，袁一方律师已经答应接你这个案子啊！从现在起，你要振奋精神，相信法律，其他你就交给我们，好不好？两位律师，真不是我干的呀！我好好的，我杀他干嘛呀？我们分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哎呀，行了，我们知道不是你干的。你们真的相信我？我们相信你没用，还得让法律也相信你。哎，你这是长途。喂，袁律，省高院决定不开庭了，要书面审理。我就猜到他们会这样。你在这等着，我明早就飞过去。哎呀，挡不住啊！他都来好几次了，我都跟他说了。哎，袁律，我这交涉呢？在这等着。就是我那个我，嘿。
喂，你贵姓了？我袁一方啊。哎，你怎么抢电话呢？你这么不讲礼貌呢？你，我是上诉人钱学良的辩护律师啊。喂，我是袁一方律师。哎呀，这暴脾气，跟谁都这样。一不多事，实在不好意思，添麻烦了，添麻烦。你回。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哎，徐班长，哎，岳老，我姓乔，其实我也算是您的学生。啊，那您教书那会儿，我有幸旁听过您的课。乔审班长，那恕我直言啊，这么大的死刑上诉案，为什么不开庭审？哎呀，两位先坐下来，你坐，我慢慢讲，慢慢讲。我站着听，我站着听。情况是这样啊，这一来呢，最近案子积压的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这二来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早就看过了，事实比较清楚，证据也很确凿，还没开庭审呢，还没听到我们律师的意见就这么肯定？可是你们的辩护意见已经交上来了呀。之所以要开庭审理，就是要公开证据，经过质证来明辨是非，弄清事实啊，对吧？啊，如果只看辩护意见的话，那一审是不是也不用开庭审了？袁老，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是集体的决定。这样，我把您的意见带回去，行吧？好，谢谢。那你不妨多带几句话。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疑点很多，一审判决问题很大。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的话，我们将向最高法申诉，并向社会公开。乔审班长，我们不光是为上诉人钱兴良说话，也是为法律说话。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哎呦，袁老，袁先生，我一定转达，并且积极争取开庭审理。好。大家看啊，上诉人所住的下水村到第一现场的距离不到3公里，但这中间有条河呀。上诉人钱新良和被害人于三花都不会游泳，他们想要从下水村到达杀人现场，必须要绕过这个远于5公里的浮桥，再折返大约3公里才能到达小树林。我们查了气象记录，案发那一周持续高温，温度高达35度到37度。湿度超过60%，闷热的像个大蒸笼，你这对谁都难受啊。那我想问的就是，与上诉人谈了离婚又大吵了一架的于三花，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心甘情愿顶着酷暑与上诉人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呢？据一审公诉人所说，钱新良甚至还带着一把菜刀当凶器。可钱新良整个夏天惯常穿着是普通裤子和蓝色的的确良衬衣。那这把长320毫米、重400多克的宽背菜刀，他藏哪儿了呢？还有他为了抛尸准备的3条尿素带，就那么拎着吗？不奇怪吗？不可疑吗？不可笑吗？难道于三花就感觉不到蹊跷，感觉不到危险吗？你胡说！你是受了昧心钱了，我闺女就是他杀的。好，听起。先别说了，注意法庭纪律啊。接着说吧。好，就算钱新良巧舌如簧，骗了于三花，他把刀、把袋子都藏得天衣无缝。那我们来算算时间。10月中旬，凉风习习，我一个健康的男人，快速走了16公里，不停留，不作案，总共花了3个半小时。啊，注意啊，我说的是理想的天气，理想的状态。于三花那天穿的可是半高跟皮凉鞋啊，加上杀人、分尸、抛尸所有的工序，需要的时间合理估计至少要5个半小时。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钱新良在案发那几天因为足底挖鸡眼而感染，行走困难。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鸡眼啊？鸡眼就是足部与辩护人，
不要展开描述性的解释，说重点。好的，审判长。重点就是我模拟他生命的状态的步数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个半小时。有证人证实，于三花是下午2点前后进入的下水村，就算他脚不离地，立刻跟钱新良走了。钱新良干完所有的事儿，瘸着腿摸着黑回到村子，最少要晚上11点以后。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新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更何况，死者身份鉴定本身也存在疑问。他胡说，他胡说呀，他胡说呀！青天大老爷，你们不能听他胡说呀！法警，我闺女就上他把家属带离法庭。警察，不是，请你们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情吧。审判长，我们不说话了，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我保证不说话了，不说话了。辩护人，请继续。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今天我们在这里审理的是一件杀人案，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可以说，现在他的生命就攥在台上3位的手里。死刑作为刑法中最严厉的刑罚，它直接以国家的名义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在死刑的案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而是要做到事实确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排除掉一切合理的怀疑。那本案达到这样的标准了吗？各位都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人，如果在事实证据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判上诉人死刑，那我们将如何自处？又如何对得住头顶上这个国徽？你们俩说一下各自的意见吧。证据是有些问题，今天辩护人提交的新的证据也很有力。要是按示意图所示的话，钱新良是没有办法完成作案的。搭车有没有可能呢？他自己开着手扶拖拉机呢，骑着自行车带着于三花呢？要是有这些交通工具、菜刀、3个尿素袋，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用过呀，那也不能排除他用了。哎，你们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判他无罪？无罪，影响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他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性，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确定性。但是还是有存疑的地方。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判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退路了。我建议留点余地。准备开庭吧。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但量刑不当。本院判决如下：撤销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滨刑初字第239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钱新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闭庭。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老公，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那不行啊，你不在我心里没底呀，你得在呀。我老了，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一字之差，还不知道蹉跎多少年呢。我是怕。你老啥呀？不是，你怎么还能没信心呢？那你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呀！我不就喜欢你那屡败屡战的劲儿吗？我上大学，我就是因为看你当律师，我才想当律师的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呢？我是真怕我见不到那一天。你啥见不到的？那不有我呢吗？咱俩就一起看呗。干啥呀？你起来！你不说你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吗？你起来，你乐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钱你挣不着，净说我这。爱情。